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今天的影片是6月15号 YesTeam 团队现场讲座录影的第2集。今天呢是由 Alan Tan 来和大家分享房贷利率的相关知识。面对6月5号开始的后升息时代，我们到底要选择浮动利率还是固定利率呢？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今天的内容哦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en， 听得到我讲话吗？OK， 好。好，那我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RBC 的资深贷款经理，然后我叫 Alan Tan， 然后我在 RBC 已经今年做了第22年了。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老的笑话，就是我15岁就开始工作了。对，所以不要算我年纪。然后我做贷款这一个，我是从就是柜台开始做，然后一路都在 RBC， 然后所以做贷款是从2015年开始做，然后大概做了差不多9年了。好，那我就很快进入正题。大家应该都很，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这边有贷款的人多不多？应该都不需要贷款，有贷款。然后贷款的利率的走向，大家现在应该都很有这个观念了。之前 COVID 是大家都变健康专家，现在大家应该都是财务专家了。这个通胀啊，然后通货膨胀，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 prime rate 借款利率，这个应该是4.75，不好意思。那它因为6月的时候，6月5号的时候改成4.74。对，那所以我们的 policy interest rate 就是所谓的 policy interest rate， 我大概就解释一下，它是加拿大央行借给银行的利率。所以如果今天浮动利率跌了，我们不是给你4.75，银行还要再把这些 cost 加上去，所以现在是6.95。所以如果你是选浮动利率，之前是7.2，现在就是6.95。那如果是选浮动利率的话，银行会给你一些 discount。那这个 discount 有的银行是给3年，有的银行是给5年。那所以就是它的 discount， 它的折扣是锁住这几年的。那这个浮动利率就是这个 policy interest rate， 就是 overnight 隔夜拆借利率，它是会跌的或者是涨的。所以你是利率是被这个影响。那 CPI inflation 就是核心的这个通胀利率、通货膨胀利率，它也是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指数去调整的。那现在是已经降到 2.7， 那一般央行来讲就是就他们希望这个通胀利率是在2左右嘛，就大家都知道。那如果说它能继续维持的话呢，那它应该就是会往下跌。所以现在来讲，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通胀的指数都是很低，都1点多。那是什么把它拉高呢？是这个 shelter， 就是他们所谓的消费指数，就是比方说吃的啦、喝的啦，然后房子啦、租金啊，是把它拉高。那个消费指数大概是6点5，所以他把这1.5、1点几这样一平均，它就是2.7。那所以大家是在看这个消费指数会不会再往下跌。那其实这个是刚刚讲的是浮动利率嘛，那有没有人是选固定利率的呢？那很多客人也打电话问我说，Ellen，现在这个浮动利率调降了，央行在调降利率，那我的固定利率会不会跟着调降？Yes or no， 就是有可能会，有可能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这个固定利率是看央行的债券，长期债券利率，就央行他们的这个方佑，就是债券的收益率。OK， 那债券的收益率，它一旦往下跌了，大部分来讲，固定利率也会往下跌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变成专家的话呢，
浮动就是看刚才的那个央行的借款利率、隔夜拆借利率，固定利率你基本上去看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央行的债券、长期债券利率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要看5年固定，你就去看5年的债券；如果看3年，就看3年的债券。它如果你看它的这个下跌，这个地方它如果是往下跌，它就会跟着下跌。它基本上会这样，但是它其实这个债券利率，它这几年都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它已经把这些都已经算进去，所以现在银行我们都有在往下调整，但它的调整的范围其实应该不会太多，所以固定利率的话，它的调整它会往下调，但是它不会调很多。所以如果说您现在固定利率我们来3年来讲是5点多好，5.1好了。那5.1的话，可能这几个月大概就是0点几这样子去调整，然后到年底的话，浮动利率可能会再调整个1、2次往下跌，那固定利率大概也是差不多，就是不会一下子掉很多。那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买房子，或者是想要把这个原来的房子抵押出来这个钱呢，然后你可以考虑就是短期的固定利率，或者是浮动利率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。那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，这个是6月，是我最近先找的。对，这是3年，你看它其实6月10号、6月11号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变动，这3年的固定利率它没有什么变动，就是因为这样。所以他们的债券利率没有什么变动，5年的也是，所以5年的话，它甚至还有涨，对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它定期，比如说你去存款的话，等一下会讲到这个，就资产传承，做定期的话，基本上也是跟着这个跑，固定的借款利率往下跌，做定期的利率基本上也会往下跌，所以它是相对的。长期投资的重要性，这个大家都就是只是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，它这是股票跟房子，温哥华房子的这个指数图。那其实不管是你是做投资或者是买卖房子，其实都是看长期的，它一定会因为不同的，比如说天然的因素啦，包括政府的政策啦，那他们很多原因，他们都会有波动嘛。可是如果是你把这些通货膨胀，然后把这个时间算进去的话呢，基本上它都是往上涨的，它整个曲线是往上涨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如果要做投资的话呢，不管是在买卖房子，或者是你是做一些长期的投资，它还是会打击通胀的，所以长期投资很重要。那现在讲一下重点好了。那刚刚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利息是什么？如果你们有很多人都会有问题，就是关于这个利息的走势啊，我们怎么看利息啊？那只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怎么去看这个利息的走势。然后我们想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RBC 的这个产品。那我想先问一下大家，这边有房子的人有没有举手一下？不想 disclose 也没关系，大家都是有房子的。对，那房子的话就是有借款有 equity， 那 equity 的意思就是说你房子本身的资产，你如果都没有贷款的话，你就是一个房子的 owner， 那个房子什么都是你的。那你可以。我们有一个 home line， 就是说你怎么去，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贷款，那你怎么去把这个房子好好的利用，然后把这个钱有可能你现在已经没有贷款的房子借出来，做一个抵押，你们可以用房子做抵押贷款，或者把它增贷。如果你的房子现在已经增资的话，把它增贷。那增贷这个东西它有几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去做 renovation
那你可以去买第二个房子啦，就是房子的钱抵押出来，然后做一些投资，然后保护，然后第三就是保护你的资产，然后或者是帮助你的家人，然后to purchase another property。然后你如果说有房子资产的话呢，你可以贷多少钱出来，可以抵押多少钱出来。那基本上当然是看大家的还款能力。所有的贷款，不管你是买房子或者是抵押贷款，都是要看大家的还款能力，然后看银行的政策。对，那大部分来讲，如果你的房子是100万，然后你有足够的还款能力，然后这个房子假设都是没有贷款，我们最多可以贷80%。如果有100万的房子，我们可以贷80万。那这个是要经过银行去做抵押，然后去审核你的财务状况，然后把这个钱借出来。或者你现在如果有一个50万贷款，那也许可以增贷出来。那我们有一个叫做 Home Life Plan。那 Home Life Plan 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如果是你是买房子，那你当然自己首付要自己down payment 就是你的投资款是要自己付的，然后其他的钱就可以拿去出来。然后讲一下这个贷款方案，我们有几个贷款方案，那这就刚刚就很简单说，如果你有个房子，你买房子你就可以去借贷款。如果你已经有房子，我们可以增贷，或者是把它再抵押贷款出来，这房子做的抵押，把这个钱抵押贷款出来。那我们有几个就是贷款方案。那我刚刚讲了嘛，如果你要借钱出来，你要去找银行，那银行就要根据您的还款能力，还有银行的政策，看看可不可以再借钱出来。那有几个方式，就是你可以是自雇人士啦。那如果是你是退休人士的话呢，自雇人士我们就是看你的收入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program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问我。那还有就是新移民，如果是新移民的话，我们有新移民贷款。那还有一种就是高净值的资产，就比方说你有100万的房子，你有60万，你就可以用这个60万再贷60万出来，它基本上你手上就120万。这是最后一个。然后如果说要帮小孩子买龙花呀、买护照啊，那你也可以把这房子抵押贷款出来，然后当小孩子的赠礼，当他们的首付，然后再帮他们把这个房子买下。那当然也要看小孩子的这个还款能力。然后再讲一下我们现在的优惠。那如果说你现在买房子的话，我们有一些现金优惠，最多是3500。然后其他的就是，如果你要借100万以上的3500，如果是75万是3000，然后还会送一些我们的信用卡，信用分是55000分。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，如果你有贷款要转贷款从别的银行转过来，然后我们也会帮你付掉所有的律师费跟手续费。然后另外再看看可不可以帮你贷多一点钱出来。这个快要到期了，6月30号以前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络。然后如果是买楼花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叫做Builder Mortgage Cash Offer， 就是不管你是买5年以后楼花，6年以后要成交的楼花，不管你是什么时候成交，你都会有一个现金的优惠。这个是永远都有的，就不会因为一般来讲，银行做这个优惠活动，这个 promotion 呢都是有时间的嘛，有时候是 spring offer， 有时候 winter offer， 有时候 summer offer， 他们都是像刚才那个就是6月30号以前你要开这个申请表。那这个买这个 pre-sale 的话呢，我们第一就是可以，不管你是4年5年之后成交 ，RBC 都可以先帮你把这个贷款批好。到4年5年成交之后就不用再我们只要拿一个这个成交的通知书，我们不用再看你的收入，不用再审核，不用再做那个 appraisal， 不用再做估价，就是保证你成交。然后第二就是你会有这个保证的现金优惠，所以
其实还不错的我觉得还不错的服务啦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其实来重点应该是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资产传承，但是我就想中间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科普。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其实私底下问我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直接交到我们这个大公证人 Paul Ken， 我们的重点。谢谢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小李哥总算是弄懂了什么是浮动利率，什么是固定利率。本来呢，我受到中文字面意思的影响，我一直以为浮动利率就是跟着央行的利率浮动，固定利率就是我们贷款合约签多少就是多少，不会变动的利息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完全错了。这两种利率原来连计算的基准都是不同的。浮动利率当然是跟着央行的隔夜拆借利率而变动，这比较好理解。固定利率呢，是根据央行长期债券利率调整的，其实它也是会变动，只是计算的周期比较长，变动比较小罢了。最近呢，通货膨胀听说放缓了，这一点虽然我是觉得东西还是很贵，没什么感觉啦，但是统计数字就是这样呈现的。通膨既然降了，利率长期看起来也是会缓降的。所以呢，现在选浮动利率或是短期的固定利率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还真是长知识了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先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的影片更新就是这周四的晚上7点30的装修直播。这周的主题是讲更换灰管的工程，欢迎您上线和小李哥一起尬聊装修哦。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周四晚上再见咯，拜拜。